中国采取对等反制，加拿大面临被赶出门的窘境，还得是伙伴俄罗斯教得好。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近些年来，加拿大虽说是身为五眼联盟的成员国之一没有英国等国家那么积极，但其始终保持不变的是紧跟美国身后。例如污蔑抹黑中国，炒作中国干涉其国家内政比如说炒作中国威胁论，在新疆等问题上持续拱火例如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扣我国的孟晚舟整我国的华为。所以你看这么一系列举动，加拿大跟美国和其他盟友伙伴一样好不到哪儿去，都是阴招不断。如今国际局势紧张，中国周边围绕着不少虎视眈眈的狼，而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再次跳出来又炒起了剩饭，声称我国在试图干涉加拿大内政。为此，加拿大方面甚至借此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将其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规定限期要求离境。加拿大这种手段，我国说实话不少见，而该国之所以是敢如此猖狂的叫嚣，就是认定了会有美国的支持和撑腰。毕竟美国对中国的敌意正在不断的加强，某种程度上加拿大也是想用这种攻击中国的方式，变相的向美国递交投名状，刷新在美国心里的存在感。前面我们说呢，加拿大搞事情的力度没有美国和其他盟友伙伴那么积极，长此以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国逐渐被美国排除，加拿大自然不可能允许自己不被美国看中，对此开始制造事端。没有别的能说，加拿大只能又一次炒作中国干涉加拿大内政这一话题，哪怕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拿出所谓能够证明中国干涉了加拿大内政的这样一个证据。而到这儿其实就不用再白费口舌说一些加拿大根本听不进去的警告，很显然他已经很清楚其中的真实情况，但为了讨好美国就不得不把矛头去对准我国。那么面对这种无端的炒作抹黑，中国能忍吗？你看这中国就吹响了反击号角。那么针对加拿大方面的无理行径中国方面呢已经决定采取对等反制，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甄议会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要求其在5月13号前离开中国。既然加拿大执意要与我国对着干，站在我国的对立面，那我国就不会客气。而此番的对等反制可以说是来得快，而且特别准。加拿大一直跟在美国身后狐假虎威，中国终于是忍不下去了。你敬我一尺，那我就敬你一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对等。话说中国采取的反制措施还是有点熟悉。要知道，曾经英国方面也曾驱逐过俄罗斯外交官，而当时俄罗斯的做法不仅是同样对等驱逐了英国驻俄罗斯外交官，还给英国准备了一份大礼，额外附赠驱逐50多名英国外交官。数量如此之多，而且行动如此之快，直接把英国给对懵了。战斗民族向来不是吃素的，我们很清楚，尽管中国也会在必要的时候展开反制举动，可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俄罗斯教了中国一招，中俄关系越来越亲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关系越好的人就越相似。中俄互动了这么多年，我国学到了俄罗斯一招办事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只能说加拿大不凑巧成了众多国家当中先中奖的国家之一，成了我国的试验品。线下面临被赶出门的窘境，当然如果加拿大继续不改变攻击中国的话那就得做好准备迎接我国的下一锤。总之，中国的忍耐和仁慈已经是被加拿大耗尽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